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轻武器发展可以说是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万国造。建国初期，解放军部队的步枪型号也是五花八门。当时的主力轻武器涵盖了国产、日式、美式、英式等各式枪械，而这些枪械存在不同口径和各种零部件不通用的问题，这给后勤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后来的5.6式和8.1式陆续问世，才初步解决了轻武器的问题。而随着9.5式枪族的问世，中国的轻武器基本上已经平弃了早期的后勤保障压力问题。但是9.5式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和通用性其实还是比较不符合现代化的需求的，尤其是缺乏模块化扩展能力的问题日益凸显，可以说是特殊时代下走的一段小弯路。因此呢，在后续陆续的推出了03式，以及我们在2019年问世了一款新型的枪族，这才让我们的一个轻武器设计慢慢的跟上了一个国际设计的一个步伐。而这款新型的枪族呢，就在2025年9月3号阅兵中全面列装军队的191枪族。那么这就意味着，伴随中国军队26年之久的9.5式枪族呢，已经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呢，是被称为191枪族的全新一代新武器系统。本期武器讲堂呢，就和大家一起探讨191枪族的神秘面纱。191枪族最早的图片消息是在2016年网络上泄露的原型枪的图片，首次公开亮相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上，当时的陆军和武警装备方队分别列装了191步枪，而其余的方队仍然是使用的9.5式。此次亮相让大家看到了这款全新步枪的神秘面纱。跟9.5式枪族不同，191枪族提高了整枪的通用性和灵活性，大大的降低了后勤保障难度。该枪族的步枪系列一共有3个型号，分别是标准型突击步枪 QBZ191、短管巷战型 QBZ192和精确射手型 QBU191射手步枪，同时还有班用机枪等等其他的多种型号，基本上都是共用一个平台的多用途多型号枪族方案。这种设计不仅仅能够提升枪族的后勤保障效率，还可以大大的提高作战的效率。我们以标准型突击步枪 QBZ191为例，该枪整体的设计回归了传统的有托结构设计，能拥有更好的人机工学。根据不同的型号，整枪的枪管长度有所不同，其中突击步枪型枪管长度大约在 368.3 毫米，短管巷战型的卡宾枪版本其长度为 266.7 毫米，而精确射手步枪其枪管长度超过了500毫米，预计在 551.2 毫米左右。突击型号其整枪重量根据公开的资料大约是6瓶矿泉水，也就是3公斤左右。整体的长度和尺寸根据不同的版本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上的设计和将其运行结构等等都是一样的，其枪管都是采用的冷锻锻压成型工艺，整体的结构更加的结实耐用，并且枪管的寿命也更长。官方公布的是其整体的有效寿命超过了1万发，比9.5式枪族的耐用性大大提高。191枪族的精确型射手步枪 QBU191版本，其枪管的安装方式还是使用的悬浮式枪管机制，配合上加长加重的枪管。精确型的 QBU191版本，其射击精度可以远远的超过早期的几款枪族，例如88式等等。其他的短枪管版本和标准版本的枪管也具有非常出色的枪管寿命和精度。在枪管的外侧，3款不同的型号具有不通用的设计方案，其中标准型突击步枪 QBZ191、短管巷战型的 QBZ192在枪管和前护木夹层内设计了一个金属的内衬护木，这一方面可以起到加强整体结构强度以保护枪管，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隔绝热量、保护射手的作用。同时为了便于我们的持握以及加装各种各样的附件呢，191枪族中的突击步枪型 QBZ191 以及我们的巷战短突版本的 QBZ192，在前护木的外围使用的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材料制作了一个前护木。那么这个好处呢，第一个呢是塑料的材质呢，它的导热系数并不高，所以呢能起到很好的隔绝热量的作用。第二个呢是这种工程塑料材质也比较结实，更加的抗腐蚀，更加的耐刮。而精确型的 QBU191版本呢，它为了保证它的一个设计精度肯定是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护木设计方式，毕竟它的安装方式其枪管使用的是自由复制式的方式进行安装。那么为了保证它的精度呢，它是使用一整块铝合金通过加工出来的一个8边形的一个金属护木来进行一个保护。那么这个8边形的金属护木呢，在每一个面上
都加工出了一个 M-LOK 的一个安装接口。M-LOK 接口是一些32×7毫米的带圆角长槽，这种设计既可以减轻护目的重量，增加结构强度，还同时提供快捷的接口转换能力，能明显的增加安装附件的灵活性。通过这套设计，可以让 QBU-191射手步枪在射击的时候，枪管的形变量和振动幅度减小，枪口跳动轻微，因此可以带来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射击精度。在护目和上机匣的上方，191枪族3个版本都设计了一整条贯通的 MIL STD1913 国际通用的皮卡丁尼导轨，并且侧面的 M-LOK 接口还可以单独扩展小块的国际通用的皮卡丁尼导轨。因此，191枪族是可以兼容国际上和国内标准皮轨接口的各类拓展附件的，例如战术手电、各类光学瞄具、激光指示器、握把附件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这套导轨进行拓展，并且通用的接口也为以后的出国比赛、国际维和和出口外贸等等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初始设计，比95枪族更加接轨国际使用场景。那么除了拓展导轨之外，191系列枪族还拥有可折叠的机械瞄具，其准星为柱状型准星，罩门为参孔式罩门，罩门可以通过旋转的方式改变不同的参孔大小，以实现不同的射击瞄准距离调整，并在不需要的时候是可以折叠起来，避免它影响附加瞄具使用和行军勾挂衣物等等。191枪族其机匣使用的是铝合金制作的上下机匣，2个机匣通过2个组装烧连接，枪机则是选用的是偏向于国际上主流的轻武器结构方案，使用导气式自动原理活塞短行程制动方式，枪机回转闭锁结构，比95式枪族来说，无论是精度还是结构可靠方案都提升了一个量级。那么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呢，191枪族除了一个 QBU-191精确射手步枪之外呢，它的突击步枪版本和短管巷战版本它的一个导气的这个气室都是使用的是双气室的设计。它的导气室呢有2个，那么在发射的时候呢，火药燃气首先进入第一个膨胀室，进入第一膨胀室之后呢，这些燃气高温高压的这些燃气呢，就会通过第一膨胀室底部的一个导气孔进入我们的第2个做工导气室。那么做工导气室呢，再将这些气体呢引到后边的一个推动活塞，进而将这些高温高压的气体呢转换成推动自动机运作的一个能量。那么它这种设计的好处呢，就是大大的平顺了整个导气系统的一个内部气体压力的一个增长速度。这对于枪管的一个导气孔以及调节导气孔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这样能大大的提升它整体的一个使用寿命，并且还可以通过3个档位手动调节溅气量。正常射击模式下，使用一个小的导气口，如果枪械保养不到位，或者是泥沙环境下导气不足，则选用第2个大导气孔档位，而最后一个档位则是导气关闭位置。这个时候可以用于发射枪榴弹等等额外附加的发射装置。其他的枪机闭锁抽壳结构，基本上就是引用国际上成熟可信的结构设计方案了，结合了国际上主流的成熟设计方案和引用一些国内成熟的设计方案，整体的结构设计更加的精简紧凑，这一点也就不过多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看公开的设计专利图。191枪族的垃圾柄设计在右侧，抛壳窗也是设计在右侧，而在发射的时候，垃圾柄是会随着枪机往复运动，所以垃圾柄的造型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底大外尖的牛角形。垃圾柄的造型圆润无棱角，因此在使用的时候，人机工程学舒适度会更加的优秀，也更加不容易勾挂衣物。对于行军和故障排除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在激发和保险方式上，191枪族一共有3个档位，通过握把上方左右两边都可以操作的快慢机调节装置进行调节。这个装置据说是采用的是塑料的材质，通过0、1、2单个档位进行调节激发状态。其中0表示的是保险状态，1表示的是单发，2呢则是表示的是连发。191枪族可以发射老式的 DBP87 式或者 DBP10 式 5.8 毫米口径枪弹。除此之外，191枪族还配备了新的弹药 DBP191型 5.8 毫米口径全新弹药。这款新型弹药采用铜钢复合弹壳，虽然规格还是 5.8×42 毫米，但是空气动力学弹头和发射药等等已经进行了全新的升级设计，因此DBP191型 5.8 毫米口径弹药其穿透力较以前的弹药型号能提升 20%， 万发故障率更是小于 0.2%。 弹药在穿透力和射程方面均有显著的提升。那么其供弹方式呢，是通过30发的一个可拆卸式弹匣进行供弹。那么这款弹匣呢，是使用的是复合材料制作的，在弹匣的一个侧面呢，是有一个鱼弹观察孔的。
通过这个观察孔呢，可以观察剩余弹药的使用情况。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款就是半透明型的一个可拆卸式弹匣。这个半透明型的弹匣呢，一般不会给标准型和短管巷战型进行使用，一般都是给精确射手步枪或者是班组的机枪进行使用。因为短突型以及一个标准型呢，它需要在一线作战。如果是透明弹匣的话，在对手看来呢是非常明显的，会观察到你的余弹情况，所以呢这个是不太适用的。一般是给精确射手步枪以及我们一个班组支援的一个机枪进行使用。那么这两款班组支援支枪呢，以及一个精确射手步枪呢，它还可以选择，那就是75发的弹鼓进行持续性的供弹。另外呢，191枪组它的一个弹匣颈以及弹匣的释放钮呢，都做得非常的大它的操作行程呢也非常的大。那么对于一个日常的一个快速的盲操换弹匣，或者说是在冬天戴比较厚实的手套的时候，也非常好的进行一个操作。这对于战场上面的火力持续性以及一个士兵的人体功能学使用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它的很多设计肯定是从基层很多收集了大量的一个反馈来进行调整出来的。另外呢，191枪组还具备了空舱挂机的能力，那么这个功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空舱挂机解脱杆在枪机匣的左侧。这个功能对于我们一个士兵对于使用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191枪组其射速可以实现750发每分钟的最大射速。QBC 191突击步枪其有效射程为400米。QBC 192短突型步枪有效射程为300米。精确型射手步枪 QBU 191型号可以实现800米的有效射程。对于目前的战斗场景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那么回归有托结构设计之后，191枪组的枪托采用了可前后长短调节的设计。这种枪托设计比95式无托结构更加人性化，能适配不同的高矮胖瘦、不同臂展的用户，并且有托结构带来更加自然的射击姿势、更快的换弹速度以及更加出色的射击，是95式枪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综合来看，191枪组摒弃了95式枪组的无托结构设计，参考了国际上先进的枪组设计结构，根据实际的作战经验进行设计，对于现代化战场需求来说是非常及时且人性化的。相较于95式枪组工程塑料枪身结构，大面积的金属材料使用，也给散热和使用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支撑。虽然金属镀层会有脱落和磨损，但是在高强度使用下，其外观磨损并不会影响实际的战斗效果。191枪组代表了中国最新的轻武器设计水平。从相关资料来看，无论是精度还是人机功效上，都上升了一个量级。对于未来的现代化战场而言，是轻量化打造的单兵装备。以前的95至尊名言高支线易打脸，塑料弹匣易捏笔，抛壳窗声音响，油烟熏得泪两行，准心松一碰歪，塑料提把易拎断，弹匣低掉一地，枪管挂铜弹砸地，已经是一去不复返。虽然95-1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但191枪组已经全面的取代了95式枪组，进入了列装服役。那么旧的95该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我推荐大家不多说了，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191枪组的真正实际使用水平到底如何呢？让我们未来给出答案吧。